乌军再次全国动员，巴赫穆特5万俄军恐遭包围。瓦格纳兵变事件之后，俄军前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。乌军趁机在巴赫穆特发起进攻，夺取了该方向的战略主动权。巴赫穆特物归原主只是时间问题。目前，乌克兰已经签署了文件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一轮的大动员，征召更多的兵力，要求所有符合服役条件的乌克兰人在10天之内到军事登记和征兵办公室报到，否则将依据刑法对他们按照逃兵役罪判处3至5年的刑期。乌克兰这一次宣布动员的原因，估计跟这次反攻有关。虽然乌军6月份的反攻取得了一定的战果，但必须承认，在个别地方推进的速度很慢，并且损失较多。中路反攻的时候，北约援助的豹2、M2都损失了不少，远不如之前的哈尔科夫大反攻。CNN 也报道，俄军利用雷区和炮击成功限制了乌军反攻。泽连斯基也承认了这一点，在6月21日表示，因为俄军在2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埋下了大量的地雷，乌军的进攻速度很缓慢，装备与人员都有大量的损伤。而这次动员的目的，大概率是将现有的预备兵派往战场，为反攻添砖加瓦。动员的士兵就充当之后的预备役，新兵速成到投入战场，至少需要1至2个月时间，提早做准备没有坏处，反正都是交给北约的教官培训。至于俄罗斯说的新兵不培训，把他们当作炮灰，只有俄军新兵会是这样。只是火力军有一个问题，乌克兰全国范围内的征兵已经进行了不下10轮，那么当前的俄乌战场，乌军的总兵力有多少？乌克兰所说的100万士兵是真是假？5月份的时候，战争之泪网站统计了乌军士兵的数据，其中阵亡26.4万人，被俘1.1万人，现役41万人。按照战争之泪的统计，乌军从开战到现在兵力差不多70万左右。只是去年7月8日的时候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就已经表示，乌军人数超100万，这不是没可能。朝鲜人口还没有乌克兰多，常备军都有100万人以上。只是战争之泪的70万与乌军表示的100万数据差得有点多，那真实情况究竟如何？火力军先表个态，乌克兰确实有实力动员100万士兵。自1990年代到2010年代初，乌军的主题一直都是裁军。威力最大的核武在1990年代初期就没了，苏联的其他遗产也是卖的卖，丢的丢，兵力也是不断减少，到2013年就剩了13万人。不过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，乌克兰就开始动员民族武装，扩大正规军的规模，比如亚速营就是这个时候收编的，并且重建了国民卫队，军事力量大大增加。到2015年，乌东战线基本稳定，乌克兰开始不断扩军备战俄罗斯。可以说，俄乌战争在2014年就开始了，2022年只是将战线扩大，所以乌克兰的准备并不少。2022年，俄乌战争彻底爆发之前，乌克兰陆军总兵力21万人，空军总兵力5万人，海军总兵力3万人，预备役及后备总兵力100万人。乌克兰依旧是苏联的预备役和民兵制度，后备军事力量很强，可以随时征调，这也是乌军兵力不断损耗却能维持至今的主要原因。至于乌军的人数，开战前现役部队约30万人，战争爆发之后又有来自北约各国名义上的3万雇佣兵，加上一些有战斗力的民兵武装加入，满打满算40万人左右。经过多轮征调和10几次的全国总动员，总兵力已接近75万人，并且还有国家警察10万人，国民警卫队9万人，边防军6万人。乌军之前说总兵力100万人左右，确实没什么问题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总兵力不代表战场前线的兵力。就乌军现有的编制而言，战斗人员差不多40万人左右，跟战争之类网站的数据差不多。俄乌战争爆发之后，乌军先后扩编新建了大量部队，其部队规模从战前的21个机械化旅扩展到106个各种作战旅。根据外媒的统计，这些部队包括5个坦克旅、26个机械化旅、4个山地突击旅、2个海军陆战队旅、32个国土防卫旅、8个国民警卫队旅、7个外国志愿者旅等。抛开外军志愿者旅，乌军拥有99个旅的部队，这个数字不包括各种亚速突击旅、海妖营等
民族志愿者部队和7个炮兵旅部队。我们可以认为乌军旅的数量差不多有105到110个左右。单说数量，乌军的旅级部队已经超过了北约集团的旅级部队之和，但是乌军实际上的人数并不多，与100万大军相差甚远。乌军的旅级编制战前就不大，一般是由1个坦克营、3个机械化步兵营组成的典型三角旅，编制差不多2500人左右。而乌军坦克旅的编制少于1000人，炮兵旅的编制则在600人左右。国土防卫旅虽然是纯步兵部队，但步兵营的数量一般是4个左右，满编一般在3000人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乌军现有的45个机械化旅和40个摩托化步兵旅，以及志愿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旅加一起，大概有个30万人以上。如果算上各地的预备役以及乌军隐藏的兵力与编制，总兵力大概跟战争之类网站的数据差不多，现役40万人左右。至于战争之类网站所说的乌军总损失，大概也差不多为真，70万左右的总兵力打了1年半，损失26万，平均损失下来每天500人左右。俄军那边有时候都突破1000人了，乌军的损失也能接受。至于乌克兰所说的100万大军，所有的兵力包括后勤加一起应该是有的，纯战斗人员的100万大军能做到，但后勤压力会很大。战时的100万大军和100万大军的编制概念完全不一样。兵力聊完，就有另外一个问题：乌克兰现在还能动员多少人？俄乌战争开打之前，乌克兰一共拥有430万人口，但这包括了乌东的人口和跑路的乌克兰人口。对于乌克兰政府实际拥有的人口数量，外界普遍看法是3000万人左右，而这3000万人中，适龄人口15到65岁男性青年在900万上下。按照现有乌军旅的总数，乌军宣称的全年动员的100万人员，填满这40万的编制里，简直是绰绰有余。同时，由于乌克兰有欧盟的全力支持，乌克兰可以完全抛弃维系社会运行的基本人力，甚至可以只保留农业、基础设施和物流这种行业正常运转就行，其极限动员人口应该在500万左右。乌军经过10几轮动员，100万大军轻轻松松，就算是战争之类网站统计的数字为真，乌军阵亡26万人，根据1战、2战经验，距离乌军全面崩溃还远得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前的俄乌战场，俄乌双方的人数是此消彼长的状态。瓦格纳兵变事件结束之后，俄官员就表示，没有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约的瓦格纳士兵不能参与特别军事行动，或者说，不管是什么武装部队，只要不跟国防部签署合同，就不能参加俄乌战争。如此一来，俄军的人数就要减少好几万，加上战场不断损失，俄军想要继续保持当前态势，只能第2轮战争动员。普里戈金之前就说，乌军已经占领了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地区，只有2个办法能阻止乌军的进攻，要么让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，要么打败他们。现在到了俄罗斯总动员的时候了，让火力军来说的话，再不搞，巴赫穆特就要物归原主了，里面的5万俄军也别想跑。2023年年初的新闻是俄军正在包围巴赫穆特，到了2023年夏天，新闻已经变成乌军正在包围巴赫穆特。从5月21日俄军夺取巴赫穆特之后，乌军就展开主动行动进行反击。6月份的大反攻开始之后，巴赫穆特也是主攻重点，瓦格纳兵变事件更是为乌军提供了反攻良机。6月29日，乌克兰指挥官表示，巴赫穆特完全被乌克兰武装部队从空中控制，俄军正在从北部街道撤退，同时夺取了阿特姆斯克方向的战略主动权，正在进行大范围进攻。顿巴斯运河大坝也在乌军手中，并成功渡河建立桥头堡，可以发射800公斤级大威力扫雷索，不断轰击俄军阵地。简单来说，形势一片大好。只能说俄正规军还真不如瓦格纳。在巴赫穆特那边，乌军没有投入北约装备旅，而是以第3亚速突击旅以及第5突击旅等部队为主力。目前第3亚速突击旅已经攻克巴赫穆特西线、南线，机械化营士兵已进入巴赫穆特城内，与俄军展开巷战。同时，乌军的6个北约旅全线发起攻击，掩护巴赫穆特方向的进攻。现在的俄军指挥部正在面临着今年年初乌军司令部一样的问题，到底要不要继续向巴赫穆特增援，把俄军派到巴赫穆特城区洼地继续死守。最终，俄军指挥部做出了与乌军司令部一样的选择，
目前，俄军伞兵、俄军摩步第72旅、摩步第4旅、海军陆战队第9旅，还有增援上来的各种特战部队、亲俄民兵，甚至还有多支雇佣军部队，其中包括爱国者雇佣军部队、风暴 Z 雇佣军集团、退伍军人联盟突击队，还有法克勒战壕突击队，都已经被调往巴赫穆特，应对乌军的反攻。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，在巴赫穆特城内和外围，俄军各种武装力量大约有5万人，俄军可以机动的部队几乎都已经进入巴赫穆特战区。没办法，现在的巴赫穆特不仅仅是一个战略重镇，还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。毕竟巴赫穆特是瓦格纳集团阵亡2万人，发射300万发炮弹，血战300天才夺取的。一旦在俄军手里丢失巴赫穆特，会对整个俄军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。只是就当前战局来看，俄军怕是守不住了。乌军在巴赫穆特就是在模仿瓦格纳集团的战术，2翼包抄城市，炮火封锁城市守军后勤补给线。在巴赫穆特北面，乌军正在攻击关键的别尔西夫卡和克里西夫卡。一旦乌军拿下这2个地方，距离乌军可以合围巴赫穆特已经不远了。居高临下，关门打狗。俄军现在躲在巴赫穆特瑟瑟发抖。在南面，乌军继续推进，试图占领新的制高点。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前进，到8月，乌军将可以对巴赫穆特地区3.5万到5万名俄军形成侧翼包抄、炮火封锁后勤线路的态势。而且，俄军的支援有很大的问题，俄军战役集群无论去哪里都要绕一个很大的圈子。卢甘斯克、顿涅茨克、南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的俄军几大战役集群，实际上都很难互相支援。眼下北约峰会召开在即，乌克兰届时将会获得大量的武器援助，拿下巴赫穆特近在咫尺。总的来说，当前乌军的反攻肯定是有成果的，只是速度不如之前反攻哈尔科夫。但是等到乌军动员结束以及北约新一轮援助抵达之后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俄军在巴赫穆特的溃败只是时间问题，火力军拭目以待。各位认为俄罗斯会再次部分动员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